我叫江童，一个即将被男友张浩然算计，最终惨死在末世极寒里的女人。刺骨的寒意还粘在骨子里，鼻腔里全是煤烟味，身下是硬邦邦的火炕，炕边火炉烧得正旺，可我却浑身冒冷汗。我清晰地记得自己被张浩然亲手推下列车，在零下70度的极寒中冻成冰雕。可此刻，我竟躺在张浩然的老家张家屯，回到了登上那趟绝命返程列车的前一刻。都几点了，还赖在床上？我妈让你赶紧过去帮忙包饺子。我转头就看见他靠在炕头，棉袄穿得厚实，眉眼间全是理所当然。前世的我，父母双亡，被他偶尔的体贴蒙蔽，以为找到了依靠，甚至答应了他的求婚。直到临死前，才看清他和他家人全是觊觎我千万遗产和2套房子的豺狼，指尖还残留着前世被血掩埋时那刺骨的痛楚。彤彤，别闹脾气，这是你第一次上门，我爸妈就是想跟你数落数落，不是真让你干活，别扫了大家的兴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没说话。隔壁灶台间，他的父母正压低声音算计着如何让我尽快领证，如何吃我家绝户。这一世，我江童绝不会再任人摆布，重生一次，只为复仇，只为活下去。那些欠我的，我必100倍讨回。我端着水杯，慢悠悠走到院子墙角洗漱，故意放慢动作。隔壁灶台间的低语一字不落钻进我耳朵里，和前世一模一样，字字诛心。那丫头娇贵得很，年纪大还父母双亡，命硬得很。等嫁过来，我有的是规矩教她，看她还敢不敢摆城里人的架子。娇贵又怎么样？他爸妈死了，留了千万遗产，还有2套房子。等浩然跟他领证，那些东西全是咱们老张家，到时候咱们全家都搬去城里享福。放心，我都跟浩然交代好了，那枚钻戒是租的，1天200块，等领了证就退回去。到时候说弄丢了，他还得反过来亏欠浩然。那他能信吗？万一闹起来，咱们的计划不就泡汤了？怕什么？那丫头被浩然哄得团团转，早就昏了头，哪里会怀疑？等房子过户，就让新武去城里。我靠在墙上，浑身发冷，可我的眼底却燃起了滔天恨意。前世听到这些，我当场就闹翻走人，最终登上了那辆绝命列车。但这一次，我忍了，我要让他们亲手种下的恶果自己咽下去。游戏重新开始了。洗漱完，我脸上没露半点异样，慢悠悠走进灶台间。张父张母立马换上虚伪的笑脸，眼神却在我身上来回打量。彤彤来了，阿姨就是随口喊你过来，不用你干活，陪阿姨说说话就行。没事，阿姨，包饺子我也会，正好帮您搭把手，也尝尝我的手艺。既然你们想演，那我就陪你们演到底。张浩然见状，立马凑过来，一脸欣慰地看着我，眼底却闪过一丝得意。他以为我还是那个被他拿捏得死死的傻子。彤彤，你真好，辛苦你了。等回去，我给你买你最爱的奶茶。但他不知道，此刻的我早已看透了他那张虚伪面具下的贪婪嘴脸。不用了，专心包饺子吧，别让阿姨等急了。这顿饺子将是你们最后的晚餐。他们笑得越欢，日后摔得就越惨。我一边包饺子，一边盘算着如何拆穿他们的阴谋。深夜，张浩然睡得很沉，嘴角的笑意大概是在做吞掉我遗产的美梦吧。我要亲手拆穿他所有的伪装。这杯加了料的水就是开始，喝下这杯温水，你的美梦很快就该醒了。现在是用你的指纹解锁真相的时候了。屏幕亮起的瞬间，所有阴谋都浮出水面。吃绝户，意外险，真是好算计。张浩然，你的末日到了，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末世即将来临，而这些证据将是我生存和反击的最强武器。聊天记录里，他和张母的对话，字字句句都是要吃我家绝户，甚至还有他偷偷咨询保险公司的截图。千万额度的意外保险，受益人赫然是他自己。他不仅想要我的遗产，还想害死我。就在此时，手机消息弹出，是张母发来的。既然你们想玩命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儿子，别大意，赶紧哄着他领证，等房子过户，咱们就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了。千万不能让他发现钻戒是租的。哼，那个蠢女人，迟早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张浩然，游戏开始了。凌晨的县城格外安静，我打车直奔奢侈品店，凭借租借票据，以8折价格将那枚假钻戒退了回去。到手的钱足够我筹备第一批生存物资。女士，款项已经转到您的账户上，请问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吗？不用了。走出奢侈品店，我马不停蹄地赶往房产局，将张家人觊觎已久的2套房子全部拿去做了抵押贷款。紧接着，我又解冻了父母留下的所有遗产，将所有钱都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。张浩然，张家人，你们想要我的遗产，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命要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比谁都好。我联系了自己做货运的朋友，订了一辆大货车，后列了一份详细的物资清单。食物、水、御寒、衣物、药品、发电机、太阳能板，凡是末世里能用得到的，我都要备足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要去找那个能让我在极寒中活下去的地方。前世我被困在返程列车上，一直有个疑惑，外界温度早就降到零下70度，而列车所在的山区温度却晚了1天才骤降。重生后，我查阅了无数地质资料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那片山区是地热活跃区，藏着活下去的希望。
公司派我出差谈业务，可能要去几天，回来说不定能升职加薪。真的吗？彤彤，你太厉害了，需要钱跟我说，我给你转。看着他虚伪的嘴脸，我差点吐出来。他哪里是关心我，不过是怕我出事，影响他吞掉遗产的计划罢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有钱，我先走了。走出张家，我立马开车直奔那片地热山区。我知道时间不多了，极寒风暴随时可能降临，必须尽快找到那个能让我安身立命的避风港，做好一切准备。抵达地热山区附近的县城，我伪装成景区开发商，找了当地几家旅行社打听消息。这个县城背靠大山，旅游资源丰富，旅行社老板们对山区的情况了如指掌。老板，我想开发一片山区做景区，听说山腰处有个废弃的度假村，你能给我说说情况吗？姑娘，你可别打那地方的主意，那地方邪门的很，是前任贪腐县长建的私人庄园，刚开工半年，县长就被查了，荒了快2年了，一直没人敢接手。邪门？怎么个邪门法？总有人去那地方探险，可好多人进去了就没出来，失踪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村里人都说是县长作恶太多，惊动了山里的东西，才会这样。我心中狂喜，越是诡异，我越确定那里有玄机，说不定那就是前任县长为自己准备的避难所。我强压着内心的激动，又和老板聊了几句，摸清了度假村的具体位置，然后立马起身租了一辆越野车，直奔山腰。越野车沿着盘桓的山路一路颠簸，半个多小时后，我终于抵达了山腰，看到了那个废弃的度假村。眼前的景象一片荒芜，到处都是杂乱的钢筋水泥，可远处的一处建筑却格外显眼。我停下车，穿过杂乱的钢筋水泥，一步步走近，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度假村，而是一个精致的山洞大门。2扇半圆形的大门被法院的封条十字封锁着，上面还写着法院的名称。就是这里了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把撕开封条，推开了那扇厚重的大门。正午的阳光照进洞内，眼前的景象让我震惊。上百平米的原生态玄关，雪白的大理石地面虽然落了一层灰尘，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奢华。玄关尽头是一扇雕刻精致的双开虎头大铁门，看起来厚重又结实，旁边竟然还装着一部电梯。我心中狂喜，前任县长果然在这里动了手脚，这里就是我末世里的避风港。我拿出手电筒，推开虎头铁门，一条向下的旋转阶梯映入眼帘，楼梯扶手都是上好的红木，打磨的光滑细腻，看得出来当年的县长花了不少心思。顺着阶梯一步步向下走，走到尽头，发现电梯旁有一间小小的配电室，里面摆满了电器设备和开关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抱着一丝侥幸，伸手拉开了墙上的电闸。真的太好了，就算外界电力崩溃，这里也能持续供电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冻死了。顺着阶梯继续往下走，一个宽敞的大厅出现在眼前，天然溶洞的顶部，干涸的水池和过滤系统，还有平台上泛黄的土壤，看得出来这里原本被装修的极度奢华。我知道有了这个山洞，我再也不用害怕那场灭世极寒。穿过大厅，我走进右侧的门洞，走廊两侧是装修过半的汗蒸房、KTV、麻将室。虽然堆放着杂物和油漆桶，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奢华。走到走廊尽头，我终于找到了关键，裸露的岩石层间错落着7、8个温泉池，温热的水蒸气缓缓升起，弥漫在整个空间里。我弯腰抚摸着岩石，指尖传来微微的烫手，大概有40多度，这就是地热的力量。天然的温泉，天然的暖气，就算外面零下100度，这里也能温暖如春。还好空气流通顺畅，不用担心缺氧。我从背包里拿出紧急无线照灯，顺手贴在粗糙的墙壁上，随着开关按下，黑暗的空间瞬间被照亮。看着眼前宽敞、温暖、安全的山洞，我心中充满了底气。拿出手机，看着张浩然发来的关心消息，我冷笑一声：张浩然，张家人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这场末世寒冬，我会好好活下去，装满物资，布置好我的避难所。这一世，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再也不被任何人伤害。你们就准备在极寒中为自己的算计付出惨痛的代价吧。接下来就是装满物资，静待极寒降临。末世之中，我就是自己的救赎。我举着灯往山洞最深处走，抬头瞬间彻底愣住。巨大空间的顶端，竟有一束阳光从碗口大的缝隙照进来。这荒芜山洞里，居然藏着露天口子。我举灯照向岩壁，心里暗自盘算，这口子离地面足足10几米高，寒流来了，可怎么应对？还好还好，石头还是烫手的，雪落下来也能立马化掉。我忽然眼前一亮，前世那场大雪只下了1次，这点雪量根本不算事，不如放个充气泳池接雪，水浇绿植，再在这空间和温泉间装一扇防寒铁门，既能挡冷空气，还能当换气通道，一举两得。想通后，我立马收起大灯往回走，迫不及待想去另一侧一探究竟，却没料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。我的天，居然藏着一栋别墅！这栋别墅借着山体开凿了侧边窗，既能看清山下动静，又能引入充足日光，亮堂又舒适，和洞外的荒芜格格不入。
压根看不出是藏在山洞里的秘境。一层大厅一目了然，盖着防尘布的沙发，装在纸箱里的家电，甚至还有现成的烧柴壁炉，一应俱全。这地方被查封这么久，这些东西居然没人搬，难不成真像旅行社老板说的，闹鬼没人敢来？索性抛到脑后，专心探索别墅。走进厨房的瞬间，我彻底看呆了。大理石倒台后，一套顶级内嵌式家电，堪比5星级酒店。随手一伸，机器就自动开门，这也太奢侈了，简直跟做梦一样。快步上楼，卧室的豪华远超预期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查封2年的卫生间马桶居然还能冲水，直到摸到温热带硫磺味的水，我才懂这人竟奢侈到用温泉水冲厕所。摸清别墅全貌，我嘴角忍不住上扬。这简直是上天赐我的末世基地！我立马原路返回，拉上电闸，关上铁门，重新贴好封条，装作从未有人来过的样子。随后开车回镇，租下小院，订了5个冷冻柜和1辆大货车，正式开启囤货大计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全身心投入基地部署，半点不敢松懈。零下70度的极寒，普通窗户根本扛不住，我当即决定把别墅窗户换成耐低温有机玻璃。供电是关键，太阳能板扛不住低温，我便订了多台柴油发电机，再备上一批太阳能板应急。太阳能板扛不住零下40度，还是柴油发电机靠谱，两手准备才稳妥。水源方面，我买了前端过滤器和大量耗材，温泉旁的空地也计划好，移植土壤、种菜、养鸡，解决长期粮食问题，一切规划妥当。我立马联系食品厂，敲定成吨的米面粮油，开启日夜不停的囤货模式。我把成吨的米面粮油、晒干的蔬菜和军用罐头全都囤进别墅楼下的空酒窖，饼干、糖果、速食饮料也分批次购入，一点点填满山洞的各个角落。可随着大货车天天往返小院，镇上的人渐渐起了疑心，不少邻居纷纷前来打探。姑娘，你这天天拉这么多货，是做啥生意的啊？没啥，我打算做附近景区的食品供应商，提前囤点货，以后就不用来回跑了。附近景区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大货车开出县城后，没人会核实我具体送货地点，我这般敞亮，久而久之，邻居们便没了疑心，不再追问。5个冷冻柜早已被我拉进山洞，冻满各类肉类。我暗自盘算，等末世断电，地下大门后就是天然冷库，刚好存放这些肉类。窗户和净水改造，我亲自上手，还特意跟镇上老师傅学了手艺，方便日后维修。最难搞的柴油和药品，我也巧施办法，偷偷攒够了足够的用量，确保末世万无一失。2个月筹备接近收尾，张浩然终究起了疑心，天天发消息打电话追问我的行踪。我知道瞒不住了，便拉上最后一批日用品，坐车回城，准备好好算算前世的旧账。这2个月的奔波让我瘦了不少，黑了一圈，给彻底打消了张浩然的疑虑。我这般模样回去，他定以为我是去受苦了。彤彤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2个月去哪儿了？打你电话总是不通。浩然，对不起，山里信号不好，我去帮家里忙农活了。怎么晒这么黑？手也粗糙了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没事，为了咱们的将来，这点苦不算什么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爸妈在厨房包饺子，快去吧。看着他那副嘴脸，我心中的恨意更甚了几分。等着吧，这世道的账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走进厨房，准公婆正在忙碌，一场新的博弈开始了。哎呦，彤彤回来了，正好来帮妈擀皮。浩然说你手巧。好的妈，我这就来。正好我也想吃家里的饺子了。听说你最近没上班，那工作还稳定不？爸，公司效益不好，裁员了，我正愁呢，所以回来住段时间。他们眼里的光，我知道那是闻到猎物气息的贪婪。吃吧，这是最后一顿安稳饭了。末世倒计时开始了。彤彤，你这是咋了？怎么瘦成这样？为了升职也不用这么拼啊。没事，忙点踏实。对了，咱们商量下春节回你老家过年的事吧。表面商量的语气下，暗流开始涌动。回到张家屯，我装作乖巧顺从，系上围裙帮忙包饺子。丫头，浩然给你买了10万块戒指，彩礼还用准备不？听说城里结婚不用给彩礼。确实不用彩礼，但得有车有房，谁也不是奔着吃绝户去的。您说对不？不过我知道二老不易，买辆5、6万的代步车就行。这话一出，张父张母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我看着他们的模样，心里冷笑不止。爸妈，饺子马上就好。这饺子包的什么玩意儿？歪歪扭扭的，一看就不会过日子。叔叔阿姨，咱家里的棉被棉衣多不多啊？我刚来的时候听见有人在村里喊高价回收棉花，1斤300块呢。300块？这有这么高的价？骗你们干嘛？啥？300块1斤？你没听错吧？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但确实听见了，人好像还在村口。不过这些都是过冬的铺盖，再贵也不能卖，卖了你们冬天咋过？就当我没说。我越是劝说，张母就越心动，她当场放下饺子皮，跑去村口确认，回来后立马指挥家人都别愣着，把家里所有铺盖都搬出来。哎，这就搬？娘，把铺盖都卖了，冬天干啥？懂啥？去隔壁借2床就行，卖了钱给你买车，到时候还愁没被子盖。妈，这车装不下了，挤一挤，
实在不行绑车顶。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我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。看着张家人忙忙活活搬铺盖，我站起身，装作突然想起什么的样子。对了，浩然，领导让我提前复工，今晚就走，你跟我一起不？领导说给咱们订商务车头等座，还能拿5万块奖金，足够给你买车了。今晚就走，年还没过完呢。5万块，去咋不去？工作最重要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家里的烧鸡、腊肠、土鸡蛋都给你们装上，补身子。一听有钱买车，张浩然立马麻利起来。爸妈，你们的口粮够吗？行了行了，别管我们，钱带好就行。张父摆了摆手，眼神全在钱上，敷衍了事。放心吧，都准备好了。浩然，拿着这钱，快拿着，哄她领证，让她怀孕，钱和房子都是咱们的。放心吧，妈。我们登上了前世那趟绝命列车，只不过这一次，我们进了宽敞暖和的商务车厢。中午没吃饭，我拉着张浩然去餐车，点了满满一桌子菜，特意点了他爱吃的辣菜。太香了，彤彤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我还抢着买了单，他本就怕热，吃了辣满头大汗，没多久脱了羽绒服，只穿短袖。我给了他冰镇可乐，看他猛灌了几口。看你热的，喝点可乐解解暑。困了就睡会儿，到了我叫你。没过多久，他睡得死死的，窗外白雪覆盖，寒流降临了。我不动声色，把他的衣物塞进袋子。火车进站，我推着行李箱，拎着装满张浩然衣物的袋子，径直走向车门，没有丝毫停留，也没有叫醒熟睡的他。下车后，我叫了接送服务，随手给了服务员100块小费，让他送我去3号停车场。站台已经飘起大雪，凛冽的寒风吹得人刺骨，却吹不散我心里的快意。路过垃圾桶时，我随手将装着张浩然衣物的袋子扔了进去。那些东西不配跟着我，也不配陪他走向结局。张浩然，可乐里的安眠药应该够你睡到半夜了吧？抵达停车场，我立马把行李塞进提前停好的大货车，启动车子，一刻不停地往山洞基地驶去。我早已在列车车厢装了隐藏摄像头，还交给乘务员一封举报信，举报张浩然和那伙假冒工人的杀人犯盗窃。大雪越下越大，我望着窗外的群山，长长舒了口气。前世你把我推给杀人犯，这一世我就送你和他们一起下地狱，让你亲身体验我当初的痛苦。末日降临，气温骤降，躲在精心准备的山洞基地里，通过监控看着车厢里的动静。那几个杀人犯手脚麻利地翻遍车厢，连张浩然身上都裹上了厚羽绒服。随后背着物资慢悠悠走出车厢。我面无表情地关掉监控，吃完热饭，披上防寒大衣，拿起笔记本开始清点物资。这是我末世活下去的底气。仅仅2个小时，储物区温度就降到零下20摄氏度，我呼出来的白气瞬间凝在睫毛上，钢笔写字都有些发僵。我走到货架前，看着堆得快顶到洞顶的10吨5长大米，500袋真空包装码得整整齐齐。还好防水油墨够好，这么冷也能看清，果然稳妥。这些大米我足足忙活了1个星期才运完码好。当初分批采购就是怕被坑，毕竟这些粮食要支撑我度过好几年的末世时光。清点完大米，我转身走向旁边的钢制货架，那里存放着我囤下的各类肉类，每一件都贴好标签，整齐排列。钢制货架上100扇羔羊、100头黑猪、100头牛整齐倒挂。货架下方的冰柜里装满了切好的鲜肉，分类存放，拿取方便。角落里的木架上50条金枪鱼、50条三文鱼和鳕鱼，还有各类海鲜一一码放，虽不多，却是末世里的奢侈美味。清点完海鲜，我关上冷库大门，刚要继续清点大厅物资，玄关柜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竟是张浩然打来的，还有20个未接视频通话。我嘴角勾起冷笑，立马回拨过去，心里已有算计。你在哪儿啊？我们快到了，你快来接我们。外面太冷了，手机也快没电了。我清楚看到，他们离列车还不远，列车灯还亮着，说明温度还没降到零下50摄氏度，那是列车电力崩溃的临界温度。这点我们都清楚。我已经出门了，浩然，你知道的，列车灯亮着，温度就没那么低，咱们都别放弃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我的话音刚落，一阵寒风刮过，张浩然身后的刀疤男立马凑过来，扯着嗓子追问，语气粗暴又急切。给我看看，他说啥了？赶紧说清楚。他说列车电力到零下50摄氏度才会崩溃，现在灯还亮着，温度不低，咱们得在熄灯前赶到他那儿。我对着镜头，语气变得更加热情。我正往你们那边赶，你们赶紧翻过前面那座山，咱们离得不远了。我这火锅都烧好了，等你们到了，先泡个热水澡，咱们一起吃火锅，暖身子。我看着镜头里的刀疤男，他盯着身后亮着灯的列车，咬了咬牙，显然在纠结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拽起张浩然，招呼其他人继续往前走。我知道他们彻底上当了。挂断电话，
我立马脱下防寒服，拿起笔记本，继续清点大厅里的药品物资，嘴角的冷笑从未消失。挂断张浩然的电话，我继续清点大厅物资，先走到靠墙的钛合金柜子前，里面的12个亚克力分隔箱装满了各类常用药品，分类整齐。1号箱里的复合维生素按颜色分类，2号箱是葡萄糖酸锌口服液，后面的箱子里退烧药、消炎药、皮肤病药应有尽有。我一一清点记录，心里清楚，这些药品保质期只有3年，3年后若是还不能走出山洞，生病就只能听天由命。记完药品，我走到大厅另一侧，查看我的能源储备。一个防爆柜里装着50桶煤油，旁边叠着20组太阳能板，楼上还有一台备用柴油发电机，这些都是山洞的能源命脉。好在地热取代了耗电的制暖设备，制冷也不用耗电，平时只有灯光和小家电需要用电，这些能源足够我支撑很久。我把所有物资数据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，之后会整理成电子表格，方便日后取用，查看消耗情况。大厅另一侧的星光影院 KTV 房早已被我改成储物室，分别存放日用品、饮料和饲料种子。2间桑拿房借着地热改成了温室大棚，种上了水稻和小麦，装了仿日照灯和通风管道，确保作物正常生长，为末世增添一份生机。清点完大厅物资，我披上外套，推开最后一道大门，走进露天区域。一阵凉风灌进来，刺骨的寒冷扑面而来。避难所的系统提示音随即响起，告知露天区域温度15摄氏度，风力小于1级，十分安全。随着灯光亮起，露天区域的景象映入眼帘。2头牛趴在角落，2只羊怯生生地待在一旁，食槽里的饲料已经见底。我从饲料棚里抱出鲜嫩的牧草，放进食槽，又走到鸡舍查看。30只鸡安稳地窝在草垫子上，自动喂粮器里还有不少粮食。我抬头望去，透过头顶几10米高的窟窿，能看到几颗星星。看来雪已经停了很久。这个窟窿每天能引入6个小时的阳光，对我的种植区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。窟窿下方，我种了大葱、香菜等耐低温蔬菜，四周种满黑麦草，既能当牧草喂牲口，又能适应低温环境。我弯腰抓起一把泥土，依旧湿润，想必是白天融化的雪水滋润的。靠着岩壁的热力，零下70度的狂风进来也会减弱，雪落下来也变成小雨滴，刚好浇灌作物。我拿起铲子，把牲口粪便铲进堆肥池，制作有机肥，形成生态循环。在这末世里，每一份生机都由我亲手创造。我干完山洞里的活，收拾妥当，才返回别墅区。心里一直悬着的石头，总算等来了回响。张浩然的消息迟来了太久，只有2个未接来电和1条语音。我一边点开语音，一边打开电脑监控，指尖都带着几分冷意。江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手机没电了，我把所有暖宝宝拿出来贴上。才开的机，你们到哪儿了？监控画面里，商务车厢一片漆黑，电力系统早已崩溃。夜视镜头下，只能看到几个人在黑暗中摸索，寒意仿佛能透过屏幕渗出来。刚回完消息，又1条语音弹出，可传来的却是刀疤男粗哑的声音：我们到达山顶了，没看到你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语音刚落，视频通话申请就弹了进来。我按下接听，身后豪华的别墅，身上单薄的短袖清晰地展现在镜头前，这画面瞬间让刀疤男瞪圆了眼睛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你没出门？你骗我们！他猛地将镜头对准冻得几乎昏迷的张浩然，看着张浩然青紫的嘴唇、结霜的眼皮，前世被冻死在他面前的画面瞬间翻涌而来，恨意直抵心底。末日已至，该算的账也该开始了。视频里，刀疤男拽着冻得奄奄一息的张浩然，不停呵斥，而张浩然半睁着眼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刀疤男见我不为所动，又开始用张浩然的性命威胁：你男人还在我们手里，你不要他的命了吗？你再不出来，他就真冻死了。我缓过神，看着屏幕里这张让我恨之入骨的脸，语气凉得像室外的寒风，没有一丝波澜。你以为他的烂命值几个钱？你说什么？张浩然，你还记得那保单上的金额吗？张浩然瞬间僵住，眼里满是慌乱，刚要辩解，就被刀疤男一把拽开，狠狠踩在雪地里。我没再看他，直接发过去一段10秒的短视频。视频里，张浩然的老家正被大火吞噬。爹娘，江童，为什么我们都要结婚了？良心是什么？有命重要吗？看着张浩然崩溃的模样，我心里没有半分怜悯，这只是复仇的开始。视频里，刀疤男彻底被激怒，他没想到自己被耍了，对着张浩然拳打脚踢，骂骂咧咧地喊着要扒光他的衣服取暖，手机被随手扔在一边。没多久，视频就彻底断了。我关掉手机，重新看向监控，突然发现画面里有个熟悉的身影在走动，是之前的乘务员。我立刻点开通话键，声音清晰地传了过去：喂，还有活人吗？我是中控室的，已经派人去救你们了。真的有救援吗？还要多久？长话短说，那火带枪的人被我骗下车了，现在正往回赶，想活命就赶紧锁死车门，不然你们都得死。乘务员瞬间燃起希望，大喊着召集其他人往车门跑。
看着监控里空荡荡的车厢，我轻轻叹了口气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，剩下的全靠他们自己。汇报室外温度。好的，主人。室外温度零下70摄氏度，安全等级危险。寒风拍打着窗户，我心里清楚，真正的末日才刚刚拉开序幕。解决了张浩然和刀疤男一伙，我回到别墅卧室，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。这3个月，我耗尽心力布置一切，早已身心俱疲。可这短暂的睡眠，在漫长的末日里，不过是转瞬即逝。前3个月是最煎熬的日子，我每天都在盼着救援，哪怕前世只活了3个月，我也抱着一丝侥幸，万一救援真的会来呢？万一这寒流只是短暂的意外呢？我每天晚上都靠刷之前下载的求生小说打发时间，那些丧尸围城、囤货、求生的剧情和眼前的景象截然不同。窗外大雪掩埋了所有街道，连一丝人烟都没有。手机信号越来越弱，最后彻底沦为摆设。3个月期满，世界彻底陷入死寂，没有新的消息，没有救援的痕迹。手机除了看小说、看种菜养牛羊的视频，再也没有别的用处。第4个月的清晨，我按惯例戴上墨镜，推开窗户，漫天白雪反射着刺眼的阳光，远处的雪山之上是一片湛蓝得不像真的的天空。太阳这么大，雪怎么一点都不化？我一边煎着牛排，一边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信号，哪怕知道不可能，也还是抱着一丝希望。系统汇报的室外温度依旧是零下70摄氏度。这无望的等待，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。为了不让日子太过枯燥，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：清晨健身、喂鱼，上午查看庄稼，下午学习技术，晚上检查电路。每周我还会彻底清洁一个区域。今天轮到了露天山洞。露天山洞的温度很舒适，白天18摄氏度左右，傍晚也才降到15摄氏度。多亏了充足的日晒和地热，才能在零下70摄氏度的末日里有这样一方温暖的角落。山洞里养着牛羊和鸡，为了防止鸡瘟，鸡舍每周都要清洁一次。我把鸡全都赶出去，用高温水枪冲洗鸡窝，撒上生石灰粉消毒，污水直接排进山洞左侧的下水管道。4个月来，我一直没弄明白上下水的来源和去向，只知道做好饮用水的过滤。至于污水，末日之下，环保早已不值一提。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过着，我几乎以为世界上就剩我一个活人。可这天，我去冷库拿3文鱼时，身后的大货车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动静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靠近大货车，仔细一听，才发现动静不是来自车厢，而是驾驶位。恐惧瞬间席卷全身，我转头就跑，死死锁上冷库大门，一路狂奔回卧室，接连关上3道门，才稍稍稳住心神。我立刻打开电脑，启动所有监控，死死盯着屏幕。可除了牛羊走动，温室灯管闪烁，再也没有任何异常。冷库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咬了咬牙，蹲下身，打开了床头柜下的黑色保险箱，里面放着我托关系买到的鲁格 SR-22手枪，这是我末日里最后的防身武器。我装上子弹，胸口绑上烤盘当盾牌，戴上安全帽，再次穿上防寒服，鼓起勇气，重新打开了冷库大门。灯光亮起，我举着枪，一步步靠近大货车。就在我快要拉开车门时，那个奇怪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断断续续，伴随着电流的滋滋声。喂，有人吗？我吓得手一抖，直接朝车门开了一枪，枪声在冷库回荡，车门被击中，轰然打开。可映入眼帘的不是什么鬼怪，而是一个垂在半空中的对讲机。对讲机？我怎么忘了？这货车上有对讲机？喂，难道还有其他幸存者？我握着对讲机，心脏跳得飞快，连忙开口呼喊，语气里满是急切和不敢置信。喂，听得见吗？是救援队吗？你们在哪儿？话音刚落，对讲机就没了声音，巨大的惊喜瞬间落空。我正准备再喊一遍，目光落在手里的枪上，突然冷静下来。末日第5个月，零下70摄氏度，救援队怎么可能现在才出现？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就在你附近。汇报室外情况。好的，主人。室外温度零下70摄氏度，大门已被冻死，门外5公里未发现生命体征。没人？那他为什么说在我附近？就在我疑惑不解时，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一句让我魂飞魄散的话：有人在向你的山洞靠近，小心！我浑身一僵，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。末日里比寒冷更可怕的是未知的入侵者，而我的藏身之地竟然被人发现了。我吓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，连忙按照神秘人的指示拆掉对讲机，抱着它飞快跑到露天山洞，接上电源，再次呼喊：喂，你还在吗？他们在哪儿？你到底是谁？沉默了几秒后，对讲机里传来一个清冷的男声，终于清晰了许多。我叫李玉，是大气物理系研究生，我在你隔壁山头，那些人已经掉下去了。掉下去了？什么意思？隔壁山头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存在？你山头的洞口一直在冒烟，有人冒死来找你，却被白雪掩盖的断崖骗了，都掉下去了。
我半年前就推测出寒流降临，跟着你订购物资，一直试着联系你。通过李煜的讲述，我终于明白了真相。他是最早发现天气异常的人，可他的推测被导师驳回，只能独自自救。他跟着我的步伐订购物资，却没想到我们成了隔壁山头的邻居。原来是你！我记得山路上有辆跟车的大货车，就是你吧？是我。我选的山洞被查封，只剩硬装，而你这山洞是现场最后一个没搬空的，运气比我好。我看着头顶冒烟的洞口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末日之下，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同行者，而那些入侵者的死亡，不过是我运气好，选对了藏身之地。有了李煜这个邻居，我枯燥的末日生活终于多了一丝乐趣。通过对讲机聊天，我才发现，这位大气物理系的研究生是个十足的学霸，却也是个生活小白。李煜，你这5个月靠吃什么活下来的？我看你跟着我买了不少肉和粮油。方便面囤了500箱，我不会做饭，那些肉和粮油几乎没碰过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没想到这位能精准推测寒流的学霸，竟然连饭都不会做。你这学霸，除了研究气象，还会啥？我每天忙得不行，健身、种地、铲粪，样样都来。铲粪？为什么要铲粪？我只需要研究云图，用温泉水力发电，维持设备运行就好。哥们，你好歹也是县城出来的，堆肥都不知道。牛粪能当有机肥料，种庄稼用的。我花了整整1下午，口干舌燥地给李煜讲解堆肥的原理，而他竟然用专业术语总结得一字不差，看得我哭笑不得。明白了，就是微生物作用下有机质降解成腐殖质的过程。看着这个智商在线、生活小白的邻居，我决定教他做饭，也算拯救一下他那吃了5个月方便面的瘦弱身子骨。日子一天天过，我天天教李煜做饭，他从连煤气都不会开，慢慢能做出简单家常菜，身子也渐渐壮实，甚至能在零下30摄氏度的顶楼待半小时，就为观察我这边洞口的白烟，记录风向。寒风中，他目光坚定，希望随着白烟升起。卫星云图一直无云，你的白烟比设备还好用，这就是蝴蝶效应，一点细微变化就能影响全局。你这学霸，研究来研究去还得靠我。对了，地球还有救吗？不一定，但有希望。再等等会有变化。我以为他只是安慰我，可末日后第3年清晨，我被他从未有过的急促声音吵醒。江童，快醒醒，雪化了，雪位降了2厘米。我瞬间清醒，奔到窗边，虽没看出变化，却坚信他的眼睛。第4年，春雪线再降5厘米，温度到了零下60摄氏度。第5年，山洞里的牛生了小牛犊子。李煜，我们有小牛了，雪再化点就能出去了。末日总会过去，微光已经出现了。寒风依旧，可我心里满是希望。末日再残酷，有同行者有期待，就总有熬出头的那天。看着小牛蹦蹦跳跳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抓起对讲机给李煜报喜，顺手往鸡舍摸了3个新鲜鸡蛋。今儿得犒劳自己，这几年照料牲口总算没白费。李煜，咱小牛长势贼好，我摸了仨鸡蛋，给自己整个蛋糕，也算没白忙活。我一边做蛋糕一边絮叨，这几年水稻小麦收了一茬又一茬，温室灯管坏了3、4批，还好备用灯足，没误了庄稼。你说全世界还有多少活人能撑到现在？估计没几个能扛过这几年极寒的，都是狠角色。说真的，雪化了不少，等温度再升点，咱下山找物资呗。我这物资够吃，不急。不急呀，培育庄稼的灯泡坏了一大堆，得换。对了，隔壁县城有国家重点气象学院，说不定有你要的观测设备。真的？我去瞅瞅我货车还能不能开。对讲机那头没了动静，我忍不住笑了，点开电脑里的水稻栽培视频，心里盘算着，雪化了，说不定以后就能在室外种庄稼，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日子一晃又是3年，末日后第8年春，我难得闲下来，包了饺子，刚下锅，对讲机就传来滋滋电流声，按下去就听见李煜的声音：江童，我到你门口了。我心里一喜，连忙洗手，跑到冷库门口。当年用货车堵门，后来及时挪了10几米，不然今儿还开不了门。我拎着2盆热水，一盆浇荷叶，一盆浇大门中央，吱呀一声，关了8年的大铁门终于打开，尘土飞扬得呛人。我去，8年没开全是灰，呛死我了。尘土散后，我看清门外的李煜，裹得里3层外3层，像个大粽子，局促地站在雪地里。傻站着干啥？零下40摄氏度，想冻僵啊？赶紧进来。哦。虽说对讲机聊了8年，见面他却依旧生涩。解开围巾后，我看着他清秀的脸，突然一惊。李煜，我见过你，当年县城旅行社，你背着双肩包茫然四顾，还回头瞥过我一眼。李煜愣住，眼里满是诧异，过了许久才点头，眼底多了几分暖意。自那以后，我和李煜联系越来越勤。末日后第10年春，温度升到零下20摄氏度，我俩开始密切会晤。说白了，就是我用美食诱他干活。李煜，来铲牛粪，完了给你炸鸡腿，把门前雪铲了，给你做麦辣鸡腿堡，比麦当劳还香。在美食诱惑下，李煜瘦弱的身子渐渐壮实，我暗暗得意，
再过不久，它说不定能铲平山上的雪。同年夏天，温度升到零下18摄氏度，我俩捣鼓半天信号塔，终究没收到任何外界消息。要不去看看第3个山洞的人还活着吗？前世被张浩然抛弃冻死的经历，我不想再重蹈覆辙。所以你提前囤货躲进山，是因为前世的遭遇？总之不能去。末日里没吃没喝的幸存者，说不定没了人性。先去气象学院找设备，去县城补给才是正事。好，听你的。说走就走，我的货车冻了8年，零件脆得开不了，还好剩不少柴油。李玉的车停在地热山洞，常年保养，没出大毛病，加满油了。我俩直奔山下，雪水消融，城镇依旧，却处处死寂。我俩不敢进敞开门的屋子，撬开五金店和超市，找些急需补给。万幸，春节学院放假，实验室空无一人，我们搬了不少观测设备。走吧，终于回到山洞了，设备都搬进来了。先看数据吧，情况不对劲。怎么了？升温只是退潮，寒流会周期性回归。你是说极寒会再来？没错，很快。我们得赶紧准备。李玉，你有多少把握？我不知道，但必须提前准备。行，上回靠运气，这回靠你。去物流基站再补给，做好扛冻准备。我俩花1个月赶到基站，见了不少惨烈景象，遇过狠戾幸存者，悄悄换了路线，找到一辆货车，抽了不少油，拉着2车物资返程。温度再降，我俩开着货车站在分岔路口，相视一笑。虽有搭伙念头，但他需观测，我需安稳，终究不能两全。那就下个8年再见。紧握的手传递着最后的温度。好，下次见面，我定找到寒流真相。我坚定地点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松开手，仿佛切断了某种羁绊。我转身走向未知的安稳，他转身奔赴危险的真相。夕阳把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脚下是烟火气的归途，那边是满是未知的险路。我们都在等着彼此重逢的那一天。